这里是美国，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呢？那么在美国的东南角有一个著名的休闲旅游度假的州，叫做佛罗里达。著名的迪士尼公园呢，就在佛罗里达的奥兰多市。除了娱乐和休闲，佛罗里达州还拥有全世界最顶尖的太空产业，这里是肯尼迪太空中心。著名的 SpaceX 就经常在这里发射火箭和卫星。围绕着宇航中心，这里拥有大量的高科技企业。那么这些企业，他们的员工都居住生活在什么地方？孩子在什么学校上学呢？我们往南边看一看，这里有一座小城，这个城市的名字呢叫做墨尔本，和澳洲的墨尔本一模一样的名字。这里是墨尔本奥兰多国际机场，从这里出发往西走1个小时车程就可以到达迪士尼乐园。今天海叔就带大家来墨尔本城看看从事太空产业的高科技人士，他们的孩子是在什么样的学校读书。今天海叔要给大家介绍一所著名的私校，它的名字呢就叫做佛罗里达预备学院。所谓预备，就是预备去读大学，这是美国很多私立高中常用的一个名字。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学校的校区还是很大的，中间和右边是学校的主校区，包括了教学楼、行政楼和宿舍。左边一大块绿地是田径场。好，我们再把地图放大一点，可以看到呢，在学校隔一条马路就是一个占地面积巨大的漂亮的高尔夫球场。这个学校学生要打高尔夫，只要过条马路就可以了。好，我们现在陪同一位美国家长一起去这个学校参观一下。现在学校的工作人员正带领海叔和一家美国家长一起呢参观这所学校。现在大家看到的呢，就这个学校的入口，应该说充满了强烈的地中海风格。对面呢就是高尔夫球场。墨尔本这座城市靠近海边，一年四季风景如画，气候宜人。最重要的是，它还非常的安全，因为这里驻扎的大部分是什么？与太空相关的高科技和军事企业。整座城市的居民收入高，素质高，非常重视安全，所以您送孩子来这里留学是享受美高教育的最佳选择。这所学校同时还提供技术服务，目前在校生有一半是住校的。海叔的微信号是 2study99，若你想送孩子来北美留学，无论是美国还是加拿大，都欢迎加海叔的微信。佛罗里达预备学院是佛州最古老的和最具国际多样性的技术制私校之一，成立于1961年，当时是得到了美国空军的支持。目前学校拥有来自22个不同国家和美国10个不同州的学生，这也是技术制学校的一个优势，学生来源可以更加多样化。学校招收的学生从6年级开始一直到12年级。学校虽然占地面积很大，但是学生总量控制在最多不超过200位学生，是一所典型的精英制私校。Hello, Marshall.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How are you? Yeah, I'm good. Good. It's a gift for you. Oh, thank you. 这位是学校的主席 Marshall， 还说给他带一份礼物。Marshall 拥有深厚的学术背景，也曾经在中国工作和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他也特别欢迎来自于中国的留学生。这位穿绿衣服的女士是学校的招生主任 Safia。接下来 Safia 将带我们参观学校，并且介绍学校的优势和特色。现在我们来到了主楼的2楼，可以看到这个建筑风格有比较强烈的西班牙风格。马歇尔的办公室就在这里，在进去之前，他让我们到走廊边上看了一下大厅。那么今天晚上在这个大厅将有一场这个戏剧表演，老师们正在大厅里布置场地。在大厅的上面吊着许多面国旗，他们代表了学校里来自22个不同国家的国际生。学校的建筑风格很好的保留了60年前佛罗里达州人民对于顶级私校的态度。一起来参观的美国本土家长对学校的这个风格也非常的称赞，觉得这对孩子感受历史、接受良好教育是很有帮助的。现在我们来到了大厅，在这里我们见到了这个负责彩排的老师。Are you staying the evening? They're staying in Orlando. Oh, So it would be great if they could see it. I would love them to right, see it. Probably. right. I don't know, let's shoot. 戏剧老师很遗憾，我们不能观看今晚的精彩演出。他非常的为自己的学生的表演感到骄傲，因为海叔今天晚上还得赶回奥兰多。现在我们参观的是学校的食堂。
刚才海叔呢说到了这个学校呢规模不大，最多的话呢也是200个学生，现在呢是130位在校学生，那么其中一半呢是走读，一半是寄宿制的。所以呢这个食堂呢对学生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对高中学生，他们正在青春期长身体，可以看到呢食堂的面积还是很大的，那么提供的伙食标准呢也非常的高。如果您送孩子来这里读书，不用担心吃饭的问题。如果您想送孩子来这里读书，那么学费加寄宿的生活费大概是53000多美元。当然了，具体数字呢，它会每年有所变化。这一点呢，请您在报学校之前先和海叔联系。那么海叔的微信号呢是 2study99。海叔在这次访问中，刚刚在马歇尔办公室已经和学校完成了签约。现在呢，海叔是该校的正式的招生代理，欢迎大家呢和海叔联系。行政楼的过道里，墙上挂着往届学生的毕业照片，可以看到呢，绝大部分是本地的美国学生。这堵校友墙也是荣誉墙，这些学生呢都去了美国著名的大学。那么海叔也很好奇，那么作为美国本地家长，他们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来呢？其实原因呢和中国家长一样，都是为了让孩子能进一个优秀的大学，或者说名牌大学。那么这一所私校，它的学生进入美国名校的比例是非常高的。现在我们参观的是学校的学生活动室，因为这里有寄宿的孩子，所以呢一定要让他们适当的活动空间。因为佛罗里达一年四季如春，所以呢这房子都比较挑高，而且窗户非常的多。这里的学生宿舍是3个孩子一间，然后卫生间、淋浴室是共用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房间还是很大的，住3个学生应该说是绰绰有余。可以看得出住在这里的学生内务还是整理的不错的。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共用的卫生间和淋浴。如果你觉得这有点像军队的集体宿舍，那你就猜对了。这所学校的确是美国空军的合作院校，被美国空军中学生预备队办公室评价为是杰出学校。See, I'm pretty good, yes. Thank you so much. Hello, this is Dr. Wilson. 海叔一行刚走出行政楼，又来了一户美国的家长前来参观学校。马歇尔热情地迎了过去。这是学校的一块名牌，它之前的名字叫佛罗里达空军学院。这个楼呢，整个校区也属于该县的历史建筑。由于学校地处航天城，送孩子来这所学校的家长大部分呢都是从事航天相关的工作，具有相当强大的理工科背景，自然呢他们也对这个学校期望能够加强理工科建设。学校除了校园非常的美丽，同时还提供了多达17门的 AP 课程，也非常注重这个 STEAM 的课程建设，有31个优等生的项目。更重要的是，这所学校和佛罗里达理工学院、东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这2所高等教育机构采用了双录取的模式，也就是说，您的孩子被我们佛罗里达预备学院录取的同时，他也可以拿到佛罗里达理工学院或者东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么双录取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让您的孩子在就读高中的时候就能够参加去学习大学课程。一些学生会利用这个机会去学习他们未来想去学的专业的大学学分。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为家庭省下1年的学费。要知道，大学1年的学费都在4万美元以上。也可以呢，仅仅只是去试听不同的课程，帮助他们决定了高中毕业后想学什么。现在高中生因为对大学的课程缺乏足够的了解，所以在选择大学和大学专业的时候，经常怎么样选错了，要么选的太难，要么选了自己不感兴趣的，因此呢，又在大学里面多浪费半年甚至1年。那么通过双录取就可以减少这种事情的发生。同时呢，双录取对于国际生家庭而言，你就不用再担心送孩子来美国读高中，未来无法在美国读大学。因为你在进高中的同时，你就拿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有了佛罗里达州2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做底，你的孩子可以放心的去冲刺哈佛、MIT 这样的世界顶尖名校了。很多家长在决定送孩子来北美留学的时候，心里一直嘀咕的，到底是让孩子住学校宿舍呢，还是安排到寄宿家庭或者家长陪读？这个核心呢，取决于您孩子的英语能力。
坦率讲，如果您的孩子英语达不到母语水平的话呢，还是强烈建议让孩子住一段学生宿舍，最好能像这所学校一样和本地生，也就美国学生一起住学生宿舍。因为现在生活英语的提高主要靠的什么？靠的是社交。现在很多孩子呢，即便人在北美，但是手机 APP 还清一色的中国的软件，交的还是中国的朋友。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下课以后说的还是中文，看的也是中文的电视剧、网片。那么这样的话呢，生活英语的提高就非常的慢，可能来了1年甚至2年，甚至进了大学之后，他这一辈子交的朋友都逃不出华人这个圈子。除了住宿和英语，家长还通常很关心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在美国读高中申请美国的大学，相比在中国读高中申请美国的大学有没有独特的优势呢？答案是肯定的。就好比我们现在正在学的网球场，这里有专业的网球教练在教孩子们打网球。如果你网球打得好，那么网球教练给你写封推荐信，那么大学招生老师可能就会认可你这项特长。但是如果你在中国读高中呢，要知道现在中国高中开出来成绩单、排名、老师推荐信和你获得的特长证明，现在在美国的大学都已经没有可信度了。为什么？之前作假的太多了。同样的，美国大学在录取一个学生的时候还很看重他的社会实践和所谓的义工。那么在这个航天城，你能够参与的社会实践项目和做义工，可能更多的就会与宇航事业结合起来，这是别的地方无论如何做不到的。现在大家看到的呢，就是学校的教室。现在教室呢正在上课，我们就不进去干扰了。整个校园的环境是非常宁静和美丽的，非常适合青春期的孩子来这里完成他们高中的学业。海叔的微信号是 2study99，如果您想送孩子来北美读小学或者中学，欢迎跟海叔联系。那么海叔在北京有同事，在温哥华和多伦多都有办公室。现在学生也下课了，我们的参观就到这里结束。欢迎大家关注海叔的频道，点赞留言，谢谢大家。